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冷泡咖啡的做法。冷泡咖啡呢，又叫做冰酿或是冷萃，那英文是 cold brew。那其实就跟我们习惯喝的冷泡茶道理类似，把茶叶泡在冷水里面，然后放置在冰箱。当然也要装在密封的容器里面，建议是玻璃罐的容器里面，放在冰箱几个小时，让茶叶的成分、香气可以缓慢的萃取在冷水里面。那冷泡咖啡其实是一样的做法，因为需要放在冰箱冷泡的关系，所以这段影片呢，会分成至少3段来做介绍。第一段就是简易制作冷泡的方式，然后放入冰箱。第二段就是如何做过滤跟过筛的动作。第3段就是利用滤杯及滤纸来介绍如何将残余的咖啡渣以及咖啡油完全的过滤掉。我们现在开始来做第一段。那首先当然还是拿出电子秤。那这个之前有告诉过大家，选用的电子秤呢是要在你不需要买太贵的，但是它的精度必须要到 0.1 克的精度，这样子不管是做热咖啡手冲还是冰咖啡的萃取都会比较精准。你需要使用多少的咖啡豆，这个是看你到时候拿来做冰咖啡的这个玻璃瓶，就是你要放在冰箱做冷萃的这个玻璃瓶的容量有多大。那像我们现在选用这个玻璃瓶呢，可以倒入700毫升的水，我们使用55克的咖啡豆来磨粉。好，目前是55克。那磨粉的粗细度呢，我们一样是选在中间的粗细度。好，倒粉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粉的数量算是蛮多的。好，我们完成了倒粉的动作。那接下来呢，就是因为这个瓶子刚才有提过，它可以这个玻璃瓶刚有提过，它是可以装下这些55克的咖啡粉以及700 CC 的水。我们现在注入700 CC 水。好，因为你粉倒下去，粉跟水的混合不是很均匀，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家里直接找个筷子，干净的筷子，搅拌一下，或是汤匙也可以，搅拌一下，让底下的咖啡粉跟水可以完全的混合。最后再盖上盖子。如果你认为自己家里的冰箱味道比较重，那可能建议你在盖上这个盖子之前呢，再盖一个保鲜膜上去。盖完保鲜膜之后，最后再把盖子盖上。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放在冰箱就可以了。好，很快的8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从冰箱拿出这一瓶已经在冰箱进行冷萃8个小时的玻璃瓶。好，打开。那接下来的动作呢，就是拿出另外一个玻璃容器，然后再加上这个筛网。这些像筛网这个东西，应该很容易在五金行里面去购买得到。好，那就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玻璃容器的上方，然后让它有扩筛的效果。那我们再缓缓的倒入刚才已经萃取8个小时的冰咖啡。好，当然你可以看到说有非常多的咖啡渣。好，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准备当然也是可以试着把这些已经萃取过的咖啡渣另外去做别的用途，比方说是园艺的花肥、肥料，或者是放在冰箱、鞋柜，甚至是厕所的除臭剂，都是可以做很有效的利用。那为什么我们在做后面的滤纸过滤前要先用这个筛网去做过滤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咖啡渣的部分还是很多，所以如果直接用滤纸去过滤的话，你滤纸可能要换好几张，而且非常容易被塞住。所以我们先用一个比较网目比较大的，也就是说过滤功能比较差的一个筛网，先把咖啡液做初步的过筛，那后面呢再拿一般的滤杯跟滤纸去做最后的过滤动作。那滤杯跟滤纸过滤的好处是，当然除了可以把非常细微的咖啡渣过滤掉之外，可以喝到非常干净的口感。另外就是咖啡油，大部分咖啡油也可以被咖啡匙过滤掉。那这样我们喝到的冰咖啡就是低油又美味的冰咖啡。其实步骤操作非常简单，比较复杂的是你需要花时间跟耐心。原因是因为刚才用比较粗的这个筛网去过滤出来的咖啡液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细微的咖啡渣。一开始到最满都没有问题。好，一开始因为咖啡渣比较重，所以应该会沉淀在下面。你可以看到瓶子里面滤杯滴下去的咖啡液的速度非常快。但是等到这些咖啡渣渐渐的堵住了滤纸的气孔之后，那渐渐的就会像这样子滴不下去。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需要的只有耐心，就是倒完这样子，然后等一段时间再来查看，然后再倒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这样子往返几次之后，就可以用同一张滤纸，然后取得所有的咖啡液，看得到一些咖啡油的，这是很正常跟合理，因为咖啡豆本身，尤其是好的咖啡豆，它本身油脂就非常丰富。好，这些油的部分呢，你们现在看得到。那因为刚才用筛网网目比较粗的筛网，它过筛的功力不是那么强，尤其主要是它并不会去过滤掉咖啡油。最后面我们萃取出来之后呢，会再展示给你看。其实透过滤纸萃取出来的冰咖啡，它上面是几乎看不到油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滴漏，目前咖啡已经滴得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看这个滤纸，是不是上面布满了很多细微的咖啡渣呢？那当然，这个仅存的一些液体上面，你也看得到，其实还是有咖啡油的痕迹。我们来看，已经有过滤过的咖啡液，上面其实是非常清澈，没有咖啡油。盖上盖子，再把这一罐咖啡冰到冰箱。以上是进阶版冰咖啡的制作方式。炎炎夏日，来杯精品等级的冰咖啡吧！如果喜欢我们的咖啡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